人走人动，脚跪地，如汤烂泥，势如大雪击西，缓缓而行。宁姑娘，这是啥？学拳之前需做3件事：站桩、走桩和睡桩。睡桩讲究窍穴积淀和气息流转，先不说它便是。站桩、走桩无需考虑天赋根骨，你如果长久坚持下去，强健体魄和延年益寿不是没有可能。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走桩，看仔细了。你是走桩还是打鼓啊？老母鸡都比你这个废物走得好。这玩意儿怎么教啊？我生下来就是世间第1等的剑仙之体，这些基础打娘胎里就应该会。陈平安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。习武亦是如此，练拳几万下出不来味道，那就几10万、100万。宁姑娘，在溪水里练习走桩，是不是也行？当然，急膝练气，再挤腰，最后挤挤。哎，你练拳拿鱼篓干什么？嘿嘿，顺便摸石头。以后不叫你财迷，叫你陈石头好了。就先练100万次。世上怎么会有陈平安这样毫无悟性、天资还如此糟糕的笨蛋？哎，他不会真傻到会练100万次拳吧？我是不是给他挖了一个天大的坑啊？此地灵气流溢极其旺盛，我要在此淬炼心境，你们看护好我。遵命，小姐。竟敢坏我心境，杀！
蛇胆石怎么变少了？色泽也淡了。每天坚持5到6个时辰，100万次的话，需要10年。10年就10年，跟宁姑娘约好了，不能反悔。哎，厉害的，在哪儿啊？不知道你发现没，溪水下降了很多。你这筐里的石头是留不住那股气的，石质很快就会变。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未必。哦。哎，你在练拳啊？比试比试啊！原来你也不傻嘛，跟我差不多，是一路人。是你的事办完了。不得全真意，100年门外汉；一悟全真意，10年打鬼神。你的拳难看，却有拳意，勤加练习之后，可能是个不错的拳师。将来的事可说不准啊。为何坏那女子的水关心境？你可知此事一旦做了，一辈子都是生死大敌。大道艰辛，这点磨难都经不起，趁早放弃啊！你还不是我兵家弟子，就敢大言凿凿？你还不是我师傅呢，凭什么用师傅的口气训我？哎，好吧，以后如果我遇到这种破镜机缘，就去告诉那女子一声，让她也来坏我好事，就当做因果报应吧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事事以自己之力衡量众人，总有一天会遇到心气不好的强手，到时候一拳打断你的长生桥，你又如何自处？认命呗。马苦玄，不管你如何桀骜，终有一点需谨记于心：修一剑破万法，修一剑顺人心，修一剑求无敌，但是绝不许滥杀，亦不可欺辱俗人，更不可因为嫉妒故意给同道中人下绊子。你想多了，小镇这些家伙成就再高，将来也无非是我一块垫脚石而已。嫉妒，呵呵，我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。咱们兵家压胜之物已取回，你跟我回真武山修行吧。关于马苦玄，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们那个小师叔，若真想要收这孩子做开山弟子，就自己来；不服气，就来真武山找我。
无非是让我们小师叔多跑一趟，何苦呢？我对长生他倒没兴趣。哎，你们谁能教我杀人呢？我兵家剑修，自古天下杀力第一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哼，你是西服之人，可惜你我缘浅，做不成道友。你也知道了这些石子的妙用。有位算命的道长提醒过我，常来小溪捡石头、抓鱼。啊，你也认识我们那位陆小师叔？啊，陆小师叔，严格来说并非与我们同宗，只不过陆道长多年前造访我们宗门，与我们一位师叔平辈相交，待了好些年。小鹿，我们这些晚辈与他相熟，自然也就习惯以小师叔相称了。那以后见到陆道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送给他？哇，只要见到陆小师叔，我定帮你转送。谢谢，这块儿送给你。仙子姐姐，这石头好漂亮啊！你叫李宝平吧？谢谢你带我们找到了马苦玄。若是你想要这石头，就送你吧。好啊，我送你，你挑吧。那我挑块好看的。我走了。师姐，那陈平安和马苦玄简直是云泥之别，你为何还要与他结善缘？顺其自然而已。这不是风雷园的刘灞桥吗？为何偷窥我师姐？乱我赏景的雅兴，还怪起我来了！嗨，你是神高宗的高觉福吧？他想必就是无数修道中人神往的道侣，贺仙子了。嗨，实不相瞒，我心心念念的道侣只有苏仙子一人。你说的苏仙子，可是正阳山的苏驾？正是。怪了，风雷园和正阳山不是世仇吗？什么时候可以谈婚论嫁了？待我在小镇夺得剑经，再收了正阳山，看谁还敢阻拦苏仙子上我的花轿。苏驾也是这样想的。小镇是在这边吧？还真是不好找啊。夫人，刘宪阳那小子太狡猾了，居然拜了阮琼为师，还给他立了规矩，不许他越过廊桥。买袍嫁一事，娘，还留着这个废物干什么？打死算了。哎呀，莫气莫气，保甲早晚都是你的，只不过现在需要一个良机。狗屁良机！管他什么硬穷软穷的，直接把姓刘的抓来，一顿板子，我不信他不卖。夫人，风雷园，正阳山的世仇风雷园，他们也来了。真是天赐良机呀！不管风雷园来的是谁，只要让他和正阳山的人对上，定会闹个天翻地覆。儿啊，娘保证这2天就把宝甲交到你手上。985，986。
997，998。刘天阳，廊桥那有一个俊俏的女子找你。哎，师傅，1000次了啊！我去趟茅房。就算师傅发现我偷跑，只要不过廊桥，肯定没事儿。爹，没看见刘千阳跑了吗？为啥不管？是不是看见的事情都要管？那爹第一个要管的，就是没收了这盘红烧肉。爹爹要是不讲道理，我以后天天吃，敞开了吃。哎呀，打铁锻造最忌讳虚头巴脑。刘仙阳就像这把剑条，是块好料不假，可惜缺乏千锤百炼的磨砺和耐性，只能落得个一击就碎的后果。齐先生，陈平安。拿着，不是白送给你的，是我有事相求。好。以后如果山崖书院有难，希望你力所能及的帮上一帮。切记之前跟你说过的“君子不救”，那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并非在试探人心。先生，这个我不敢保证。以后山崖书院若真有大困局，你心生悔意也无需愧疚，不用刻意为之。但陈平安，即使我这样说，你也不会这样做吧？有个长得俊俏的女子想要见我，那肯定是吃亏了。难道她终于想通了，想要跟我私定终身？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我劝夫人不必再开口了，保甲不卖。别着急拒绝，容我跟你说清楚利害关系，再做决定。哼，真没劲。卢正淳虽然品性低劣，但是希望你不要为难他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。好啊，还有一事，我只说与你一人听，我要杀了陈平安。切莫跨过廊桥半步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打死你！给我朝脸上打！一群小娘们儿，打人都没力气，给我起开！没吃饱吗？你个孬种！呸！卢正淳打死人了！这都是谁家的孩子？哎，小孩，别打了！
一起收拾。呸！你没事吧？你叫陈平安是吧？本大爷的事要你插手啊！你为什么打我？刚才要不是你吆喝那一嗓子引来那么多人，我早就打得卢正淳那孙子管我叫爹了。刚才你都快被他打死了。放屁！本大爷能被他打死？你那什么眼神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大人的事，小孩少掺和。我今天非把你打哭出来不可！嘿，打我也不哭。行啊，挺硬气啊！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直到你哭出来为止。哼，给我等着！不信打不哭你！别跑！站住！臭小子，还真是条泥鳅！来，站住！去，老师看着，别乱叫。一定打你个头破血流！上门星没爹娘，上门星没爹娘，上门星没爹娘，没爹娘。松豹，没爹娘有什么好哭的？本大爷和你一样，我哭过吗？上门星没爹娘，上门星没爹娘，说什么你？快跑！快走！丧门星，每次见你真倒霉。我打不过你，但你也别想让我哭出来。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这个能治。谢了。快跑！阮师傅的话你一定要听，不要跨过廊桥。知道了。哎，想过以后要离开小镇吗？出门总得有钱吧？而且我走了，房子万一垮了怎么办？还有我爹娘的坟，也得常去拔杂草。你看，你怎么总是想这么多呀？
难怪宋吉新说你是鬼打墙的命，一辈子走不出这屁大点的地方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，我还要去看天一样高的山，去看最广阔的河。总之呢，我刘宪阳绝对不会这辈子都待在这里等死。所以，麻烦你件事儿，你一会儿去我家，有个姓许的贵夫人会去找你。你呀，什么都别说，只管把我藏宝甲的箱子交给她，她会给你一袋子钱。你可记得当面点情，25枚铜钱，可不许少了1枚啊！你疯了？你不是说不卖吗？哎呀，你懂个屁！大好前程摆在老子面前，为啥要白白错过呀？我爷爷临终前说过，实在没办法，宝甲能卖，但是剑精死也不卖。那对长得像猴一样的主仆想要剑精，所以啊，我把宝甲卖给贵夫人，是因为她答应帮我说服他们不要找我麻烦，就一个拖字诀。那你为啥不拖着那位夫人了？我觉得不坏，就当破财免灾了。不再想想？你大爷的！哎，我卖的是你家传家宝，还是你媳妇儿啊？啊！别！喂，你大爷的！哎，给我留一颗，别都吃了！哎！这2袋钱，许氏一袋，侯牧阳的主仆一袋。我希望宁姑娘能保护刘宪阳。你说过，想要托你办事，需要用金金铜钱作为报酬。真是烂好人，难怪穷得叮当响。别介意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。钱的事再说，但刘宪阳会不会受到什么威胁，不得已才将宝甲卖出去？不会，他绝对不是低头认输的人，除非真的像他说的，万不得已时，宝甲可卖，但剑精一定要留着。那猴子甲品相是不俗，但也算不得稀世奇珍。倒是那剑精，能让正阳山觊觎许久，肯定留有玄机。所以，卖宝甲留剑精，也是说得通的。来，别瞎琢磨了，走，我陪你去他家。进去啊！一会儿交易，咱们见机行事。大不了再把东西抢回来。哎呀，白来一趟。这人就是传说中的鹤壁狼，下任关湖书院山主的不二人选。嗨，崔兄，灞桥，这2位朋友是？啊，这家伙呀，是大雍王朝龙尾郡的陈氏子弟，陈松风，不好酒色，好实验，所以想来这儿碰点宝贝。志趣高雅，钦佩。至于这位，松风的远房亲戚罢了，比起我那苏家仙子，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我，这位是陈队，陈姑娘，不是咱们保平州人士。见过陈姑娘。来，给我托个底儿。此方天地是不是马上要塌了？山崖书院的齐先生，真敢逆天行事？你可知，正阳山也来人，而且是主仆2人。别是苏仙子，千万别是！他看我一眼，我骨头都要酥了，我哪里舍得出剑呢？放心，是正阳山的搬山员，带着纯阳剑祖陶魁的宝贝孙女。啊，搬山员？那我还怕一头老畜生不成？咱们风雷园唯独不从那正阳山。风雷园和正阳山本是同根同源的剑道正祖，
为何就不能解开死结？他们正阳山有位老祖，自不量力，挑战我风雷原原主。如今尸首的头颅上还插着我们的剑，他们有什么叫板的权利？这种话，你以后到了风雷原，千万别问半个字。听说风雷园的人也来了，这下有热闹可看了。听说是书剑天才，心心念念着正阳山的苏仙子，叫什么刘灞桥。哎，你说那正阳山老祖的尸首，可还给钉在风雷园呢。这些年，正阳山没一个能带走尸首的，奇耻大辱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那刘宪阳已经把剑经卖给风雷园了。谁呀？哎。你刚才说刘宪阳卖了剑经？哎，平安兄弟，我们知道阮师傅不让刘大哥回家，这才托你来交易。你是刘大哥最好的兄弟，得为刘大哥的将来着想，是吧？我们夫人答应刘大哥的一分不会少，其余条件也会一一兑现。只要他刘宪阳不违背爹定下的规矩，不擅自跨过廊桥，爹保他没事。哥哥，那边有个老怪物，听说你要卖宝甲，特地失了风，正要赶去你家宅子，先杀陈平安，再杀你了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不是说好保我周全吗？快点搬！好。按你和刘宪阳的约定，之后不会再有人找他麻烦吗？哎，这里可是离珠洞天。刘宪阳真的很把你当朋友啊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这里可是离珠洞天啊！机缘之争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。陈平安，陈平安怎样了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
爹，你就眼睁睁看着。我哪知道堂堂正阳山这么不讲规矩？你不管，我管。你是想让你爹给你收尸？阮秀不是只会吃一件屎，也会杀人。真的呀，这是。没事了，就是被那老畜生打了2拳，打的老子皮有点疼。婆娘说不交保甲，他就杀你。放松啊！我怕他真的动手。放松。爷爷说了，保甲能卖，本以为事就这么了了，可他儿子刚才找我说那个老畜生疯了，执意先杀你。我跑到桥边一看，以为你出事儿了，就急了。白夜用于他人，受孝甚微呀。我不后悔，你也别怪自己。真的，我就是有点怕。原来我也是怕死的。不怕，没事的。别说了，我带你回家。我真的很怕死。李红见过袁前辈。小姐，你安心在这里休息，老奴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前辈放心，我们李氏定保桃子小姐安然无恙。竹鹿，你负责贴身看护陶小姐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此次正阳山欠你们一个人情，那我等就不打扰了。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此次小镇之行，多半是清风城许氏做的局。他利用风雷园与正阳山的矛盾，两头散布消息。这个坑，老奴纵然有所察觉，也无法不挑。就为了一部剑经吗？内部剑经的传承方式极为特殊，无法言传，将一道流转不定的剑意存于子孙体内，代代继承，直到天资卓绝的子孙出现。而内部剑经的作者，就是一位叛出正阳山的孽徒。这孽徒为寻求剑道巅峰，竟然投靠了风雷园，而这剑经便融合了两家剑道之大成。一旦剑经传承者被哪一方得到，那么两家的术道之争，鹿死谁手，就该落幕了。所以真正的剑经就是刘宪阳，袁爷爷是为了他不被风雷园抢到才出的手。整整300春秋，代代正阳山人都蒙受着奇耻大辱，一日不夺回老祖尸首，便一日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那你为何不干脆一拳打死刘宪阳？万一有人救了他，那我们正阳山怎么办？打死了就要被这里的圣人驱逐喽。唉，等我彻底了结此事，
便搬了那座最大的披云山送给小姐。小姐可要好好想想，将来在这山里养些什么。任爷爷，一言为定啊！嗯，一言为定。阮氏啊，这伤太重了，实在是强人所难呐。庸医，那就把你家后院的杨老头叫来。不得无礼。王掌柜，再试试看。哎，再试试看。孩子，回天乏术啊！求你了。哎，我去就回。老天爷不给公道，我自己去要。元秀，相信爹，你掺和进去，只会害了陈平安。现在小镇危机四伏，宜静不宜动。陈平安，陈平安，我叫阮秀，我爹是阮琼。我爹这个人死要面子，其实心里很想收刘贤阳这个徒弟，可开宗立派是大事，所以暂时让刘贤阳打铁做活。我爹他不是见死不救。我没有怪你爹，只是生气为什么刘贤阳出事的时候没有人阻拦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我还是很生气。这是人之常情。啊，你不会现在就要去找正阳山的人报仇吧？别那么鲁莽。齐先生一定会惩罚他的，所以，阮姑娘，你说的惩罚，是凶手被赶出小镇吗？如今齐先生处境比较困难，小镇极有可能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好是坏说不准，所以，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会傻乎乎的和那些神仙拼命的。还你。说好了护刘宪阳周全，是我没做到，我宁也要对不起你和刘宪阳。宁姑娘，钱你留着好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小时候被牛尾巴打过吧？了不起啊！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搬山员报仇？我去对付他。宁姑娘，如果你有信心帮刘宪阳报仇，就绝对不会将2袋子钱还给我，对吧？宁姑娘，你跟我们只是做笔生意买卖，这种天灾人祸谁也不想，哪能让你赔上性命？相信我，刘宪阳也一定不愿意你这样的。我宁瑶行走天下以来，就没有见到坎就绕过去的时候，这里也是。能不能给我半天时间，让我先找3个人，之后你再帮我？可以。除了齐静春，还有2个是谁？宁姑娘，你就别问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家乡独有的压群刀，每个女子都会有，但这刀是借给你，不是送给你。哎，用双手，懂点礼数好不好？哦。那老贼皮糙肉厚，就是寻常仙家兵器都未必能伤他分毫。你那几片碎瓷，屁事不顶用。宁姑娘，都要拿刀砍人了，还不许爆几句粗口吗？这次真的会死人的。我见过的死人，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。一会儿铁锁警戒。
就死，我不怕。稀客呀，可惜我家公子不在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哦，我一个小丫鬟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帮不了大忙。刘宪阳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杨家药铺的掌柜去看了，也没辙。那你是想托关系替他找块风水宝地下葬了？王珠，那年大雪天，我在我家门口看到你，就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。我用掉一片槐叶，只能勉强吊住他一口气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多余的槐叶？我怎么会有槐叶？陈平安，你可不能强人所难，挟恩图报啊！真没有。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你可以说说条件。反正我没有。我知道了。臭货！好不容易到手的槐叶，就这么被你浪费掉了。不如和刘宪阳一起去死，早死早超生。运气好的话，下辈子继续做难兄难弟吧，总好过那些连来生都没有的可怜虫。有点撑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这无头小畜生，以后若是胆敢赖账，看我不把你们扒皮抽筋一锅炖！齐先生昨天便与3位外乡客人同去深山探幽寻奇了，来回最少要3天。那打扰了。哎，对了，齐先生交代过，说夫人与水井的道日，他早与你说了，不管他今日在与不在，结局都不会改变。宋大人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求求你救救刘宪阳，哪怕不救，能不能还他个公道？哼，我是很厉害，不过我一生只会杀人，从未救人。再者，凭什么为了你坏了这里的大规矩，就为了3代子前叫我大黎王朝跟正阳山交恶，传出去会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宋大人，你如何才肯出手？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请先说说条件。哼，陈平安，我不是故意刁难你。其实刘宪阳早就深陷死局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连最不该得到祖印福报的你，都有了一片槐叶，而刘宪阳天赋根骨那么好，竟一片都没有。打扰宋大人了。2件事：一，绑架老杨护着的小丫头； 2，砍倒那棵老槐树。你做成1件，我帮你重伤老袁；做成2件，我就替你杀了他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去做？如果他做了，就不是陈平安。本王看出来了。他才是你真正的心结所在，带着心结离开小镇，不利于你将来的修行。所以我跟他随意说了2个条件，就要你亲眼看看，一个单纯少年是如何变得戾气俗气纠缠一身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跟这种人怄气，很没有意思。以后你见到的人越多，就越会发现。什么善恶有报、快意恩仇，什么才子佳人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都是废物们的臆想。归根结底，你自己拳头得硬。靠本王，靠你父母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帝王之家，何尝不是生死自负？
怎么样？宁姑娘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有妇人掉入这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还是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键毁之。按刚才说的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各自小心。杨老先生出大事了，死了最好，死了路就走宽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老再不出手，那对妇女就把他们药铺都给拆了。今天药铺打烊吧。哎，杨老，哎呀。出事了！你们李家都要完蛋！你腿子，等袁爷爷回来，绝不会放过你。调虎离山看不懂啊！李红，出来！袁前辈息怒。袁爷爷，
李家好像全是废物啊！你怎么敢把我托付给他们呢？小姐，是老奴错了。这确实是我李家的过失，不容推脱。不过，那刺客少年多半不是修行中人。算了，那人倒也不像是来杀我的，至少今天不是。我们一定加倍人手，绝不会再出半点差池。那少年是不是身材消瘦，破衣烂衫，穿双草鞋？正是。原来是他。一个泥平巷的少年，敢跑这儿示威挑衅。李红，护卫这里的人手已经不易杂。我这就去请本家老祖宗出山，亲自为陶小姐担任贴身护从。这背后是风雷园借机寻衅，还是宋长敬的谋划？也好，先杀了泥平巷的那个过河族，再灭了风雷园派来的小杂种。小姐，这次不会再有意外了。该不会单纯是为了报仇吧？也说得通，不是修行中人，反而不怕死。一条贱命而已，量里也没胆量坐以待毙。就一个问题，你想怎么死？老畜生抓不住小泥鳅，运气有点背啊！你当真不会出手？当然。我很好奇，那泥腿子少年能把千岁老猿怎么样？不可否认，你着实给老夫许多惊喜。计算人心，发挥地利，最重要的是胆子还不小。老畜生，王八蛋！你以为保持在10步之外就安全吗？他的力量增强了。
诸如老袁这类强者，虽然可以通过换气暂时强行提升战力，但外来人在小镇会受到天道压制，修为越高，压制越重。那千年老袁用神仙手段强行换气，便是作弊。那后果呢？轻则折寿数十年，重则千年道行毁于一旦。比老夫换气折寿，天道压制的还真是有点厉害。是条泥鳅。本王现在有点理解你了。谁摊上这么个对手都难受。果然有后手，还不是一般人。有意思了，我要看看那少年还有没有本事让老畜生再换一口气。幸好穿了碎刺甲，不然刚才那一下我就命丧当场了。穿了护身甲也得死。现在身体伤得不轻，接下来需要再谨慎一些。像泥鳅入海，没那么简单。趁着老袁无暇他顾，我不如跟上去，找准时机击出本命飞剑，斩下他的头颅。山雾。小家伙，凭着天道压制，还真让老夫找回了一丝浴血奋战的快意。我拖不了太久，令姑娘，靠你了。你选的路离山远，离死近。
随缘的杂碎，还想搞偷袭？老畜生！小姐，老奴来了。袭击李家大宅，是声东击西之计，方便我们将战场转移至山里，比老袁多换几口气。而且运气好的话，那个人说不定会出手帮忙。他要是不出手呢？不重要，毕竟我也没有履行约定。但是多一些变数，对我们有利。看着老实，怎么这么精明？本王改主意了，这老袁也太不把我这个督造官放在眼里了，任由他闹下去，莫说是宋长敬3个字，怕是连我的风雅绰号都要蒙尘了啊！风雅绰号，等你出去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这大晚上的不让人睡觉了？都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半夜塌房子的呀！快看快看，那个傻子头上有把剑！哎呀，本大爷真是命大！哎，老娘睡个觉都不得安生。孩子他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嘿，你个孬种，我也真是瞎了眼了。哎，大姐，求求你就别嚎了，瘆得慌。金子，哦，不是，不过比金子值钱多了。去，滚一边去！比金子值钱，当老娘没见过世面呢？你算老几？也不在井口照照自己那身行头，就敢来跟老娘装大爷！我家男人还没死呢！娘，出了事你就知道装死你！哎，大姐，算你狠！你起不起来？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说话呀你！你这臭小废！娘，就知道装傻！娘，你别生气了。李二，姑奶奶叫你呢。都说大理宋长敬有3大嗜好：筑京关、杀天才、战神仙。看来所言不虚呀！
接不接得住这一拳？